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师傅。咱们新疆的天气啊，现在已经非常热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已经穿上了短袖，那么就意味着夏天正式的到来了。现在的日期是5月底，将近6月初啊，就是我录这条视频的时间，可能跟这条视频发布的时间略有不同啊，可能会晚一点，因为我剪辑制作还需要一定时间啊。到了夏天呢，那今天我准备关闭我家的壁挂炉，正式结束咱们上一个季度的采暖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在咱们新疆一个135平米的3室2厅的一个住房，它一个冬天需要花费多少钱的采暖费。咱们在说采暖费之前呢，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采暖的这个时间啊。我的采暖时间比较长，是从去年的10月份左右，一直到今年的5月底这样子。壁挂炉它开启的时间设置了一个温度，房间内低于22摄氏度，那壁挂炉它会自动的燃烧，让房间维持在22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。就是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你壁挂炉开这么早，然后关这么晚，你是不是会很费钱？其实我觉得并不是，因为虽然我关的晚，我5月底才关，其实在3、4月份的时候呢，气温已经回升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的壁挂炉它并没有工作多久啊，甚至说咱们天气比较热，房间内不用烧壁挂炉，它也能达到22度。那这个时候壁挂炉其实它是不启动的，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壁挂炉可能在4月中旬到5月底这1个半月几乎就没有启动过。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现在才关呢？就是因为在咱们新疆春季有的时候会来一个寒流什么的，温度会骤降，那这个时候房间内的温度低于22度它会自动烧，对吧？那我就省得我去操心，我去设置它。那现在已经到了5月底，马上就6月了，那肯定房间内的温度是肯定不会再低于22度了，哪怕是来一股冷空气或者怎么样，也不会再低于22度了。所以我今天就准备彻底的把它关掉。至于开启的时间，去年10月份啊，10月份还是秋天我就开启了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就是咱们为了应对天气的变化，达到一个省事儿的目的嘛。对，大家算一下，我壁挂炉开启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其实真正让它出大力的是在12月和1月这2个月气温比较低的时候，它可能烧的天然气的费用会比较高。那两头的秋季跟春季，它可能并不会消耗很多的天然气。那咱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5.7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壁挂炉的温控器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把壁挂炉给它关闭。咱们的壁挂炉在那里，看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壁挂炉啊，博士的壁挂炉。然后咱们的这个温控器在这里，现在已经是25.8度了啊，我们直接把它关闭就可以了。关闭以后呢，就是哪怕它现在温度低于22度，它也不会再烧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壁挂炉的暖气的功能已经被我彻底的关闭了。我的温控器装的位置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个餐厅、走廊、客厅的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，等于说在房间的正中心，在这个位置来测温的话呢，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是刚好是咱们屋内的一个中心点啊。当时装修的时候，专门在墙里埋的线啊，把这个温控器给装到了这里。现在我们来到壁挂炉这里呢，关闭了它的采暖功能呢，这个壁挂炉它还是不断电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需要使用壁挂炉的另一个功能，就是生活热水。因为壁挂炉它也属于一种锅炉嘛，对吧？锅炉它烧暖气的同时顺便烧个热水，在结构上也就是多根管的问题，所以它在夏天呢就完完全全是一个热水器的一个功能，是咱们生活热水的一个来源。好，那现在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总共花了多少钱啊。这是咱们的天然气的一个气表啊，然后现在的余额是这么多啊，然后咱们的消费记录就在这里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买气的一个消费记录啊。前面的是70、500、500，然后前面3笔我没有写日期啊。然后1月份500，1月20号500，你看1月份买了2次500，2月份300，4月1号200，最后一次是4月1号买了200，然后到现在就一直没有买了。咱们来加一下，
好，我们这个冬天总共消费了2570块钱的天然气啊。那也就是说，我这个135平方的房子在新疆这个西北地区啊，这个气候的这个环境下，一个冬天的采暖费是2570块钱。这个2570块钱不单单是采暖费啊，我们整个冬天的生活热水，比方说洗澡呀什么的，还有做饭，还有我们的灶用天然气，都是在这个2570块钱里面的。这样算下来，比我预期的要少一些啊，就是我这个房子是去年刚搬进来的嘛，咱们这一个冬天是住进新房子第一个冬天，我预计的一个冬天可能在3000块钱左右，但是比我预计的要少一些啊，这个还是挺开心的。因为我本人是比较怕冷的，我喜欢这个室内啊温度稍微的高一点。其实22度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的舒适，如果想达到我的舒适区呢，可能要到24度左右，再上升个2度，因为我怕我设置到24度这个费用会非常的高啊，非常的高，所以我就第一个冬天咱们保守一点，先设个22度，那咱们第二个冬天可以尝试的加上2度，看看这个费用会增加多少。其实咱们自己用壁挂炉烧天然气的费用呢，肯定是要远远的超过集中供暖的采暖费的。集中供暖的话，像135个平方的话，可能用不到2500多，可能会少一点，具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肯定会比我这个要少。那自己烧壁挂炉呢，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可控，就比方说我这个房子一个冬天不住人，那么我可以维持在最低的一个状态我可以花很少的钱。那集中供暖的话可能不行，不管你住不住人，好像你必须都得交这个钱。还有呢，就是你自己烧壁挂炉，你温度区间你可以选嘛，对吧？我想热就热，想冷就冷，这个你自己可控。但是集中供暖你就控制不了。之前我拍了一个壁挂炉的视频呢，有些观众朋友说你忽略了壁挂炉的钱。他的观点是一个壁挂炉最多使用10年呢，我们家这个壁挂炉是7000块钱买的，那10年除下来每年就是700块钱。对吧？你还得把这个壁挂炉的寿命算进去。这个壁挂炉能不能用10年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款壁挂炉用到10年。因为我第一个房子的壁挂炉用到第6年我就搬到这个房子了，还没有等它报废我就已经换房子了啊！壁挂炉我还没有使用到10年的这么长时间。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人把壁挂炉使用到超过10年以上可以留言一下，就是10年以上的壁挂炉会不会出很多问题啊？很多人担心这个壁挂炉它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呢，维护保养会非常的麻烦。但是以我的经验，我之前的房子的壁挂炉用了6年就坏过一次，然后售后也非常给力，过来给我修了，花了200块钱。其他呢就任何问题都没有，也没有清洗过地暖的管道，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修过一次用了6年，还是比较省心的。费用吧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咱们现在盖房子的技术都比以前好很多了。现在咱们的房子都有外墙的保温，咱们我装修房子的时候也给大家拍过视频，咱们有那个外墙保温，有这么厚的这个保温材料是贴在你的楼体的外层的。就是咱们新疆的房子，我不知道外地的房子它的隔温怎么样，在咱们新疆的房子隔温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比较冬暖夏凉。就是咱们北方吧，冬季的屋内还是非常舒服的。好，那 OK，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